尾田公布海贼王中最强的输出技能，来自最弱四皇，只有路飞能抵挡住。海贼王中出现过数以万计的技能，哪一个才是最强的呢？有人说是自然系能力者的大招，他们拥有毁天灭地的破坏力。青雉的大招是冰河时代，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巨大海啸瞬间冰封。赤犬的大招是流星火山，无数个岩浆弹冲天而降，如同末日降临一般。黄猿的大招是八尺琼勾玉，数以万计的激光束，就连大将泽法也抵挡不住。艾尼路的大招是雷霆，巨大的球形闪电，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化为乌有。也有人说是白胡子的普通艺伎，没有很霸气的名字，却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海震能产生吞没一座岛屿的海啸，地震能让一座岛屿瞬间崩塌。不过在霸王色缠绕攻击出现后，自然系的大招多少逊色了一些。罗杰用过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，轻轻松松将光月玉田击飞数百米远。香克斯也会使用神臂，表现出来的威力远远超越了罗杰，不仅秒杀了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，还重创极恶世代之一的基拉，附带攻击连同基德的海贼船一并摧毁。能挡住神臂的人恐怕也没几个了。卡普的银河冲击也是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一拳头下去几乎毁掉一座城镇，这可能还不是卡普的终极大招。期待他对战黑胡子时能使用更强劲的招式。作为世界最强生物，凯多的每一个招式都是 bug 级别。热息能轻松毁灭一座山头。与路飞最终决战时，凯多先变成一条熊熊燃烧的巨龙，火焰能融化任何事物，头顶缠绕霸王色后撞击敌人，这一招叫升龙火焰八卦。毁灭一座岛屿不在话下。觉醒橡胶果实后的路飞，将拳头变得异常巨大，体积上不亚于整座鬼岛。缠绕上霸王色后，有一种碾压一切的感觉。路飞称之为橡胶原神枪。尾田曾在大妈的生命卡中说过，被海米称为最弱四皇的大妈。他的大招天满大自在天神是连神也都超越的天灾之雷，所释放的每一股闪电都有自我意识，可以改变方向攻击试图躲避的敌人。大妈在鬼岛屋顶使用天满大自在天神时，除了路飞，其他的超新星都被命中了。如果路飞不是橡胶人，对雷电有免疫作用，恐怕也逃脱不了天满大自在的攻击。从尾田的这个说法也能判断出，雷电攻击在海贼王是多么强大的存在。可见天后棒与雷云宙斯结合后，娜美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。博加特的真正实力终于被公开了，曾经抗衡过四皇级强者，妥妥的大将级水准，被誉为海军英雄的中将卡普，身边一直跟着一名副官，他就是博加特，一个不怎么说话的剑士，战斗力也一直是谜。有不少海迷认为，能陪着卡普四处征战，绝对是1顶1的强者。毕竟卡普的对手都是顶级海贼，博加特没点实力也不可能活下来。去东海押送父皇蒙卡的时候，博加特就展示过非常强大的气场。见到卡普被蒙卡一斧头砍倒在地，立马做出拔刀的架势准备战斗。后来帮助卡普调教科比和贝吕梅伯，表现出的实力也不输任何中将。想当年卡普擅自行动追捕罗杰，博加特也敢站出来呵斥卡普不要乱来。不过卡普带着 SWORD 成员去蜂巢岛，博加特的表现却让人非常失望。卡普用一拳银河冲击毁掉一座城镇，又将大将青雉一拳打入海底之下，被溪流偷袭贯穿身体之后，依旧能拖着重伤的身体一招击溃恶政王。当卡普被青雉等人围攻倒地之后，一度认为博加特会站出来救场，很可惜他并没有将卡普救走，而是带着 SWORD 小队撤离了蜂巢岛。博加特身为卡普的副官，前期的镜头很少，作为边缘人物也能理解。不过在海贼王漫画1096话中，洛克斯和罗杰同时前往神之谷开战，卡普也带着海军参与战斗，博加特就在其中，而且表现得特别英勇。当时参战的洛克斯海贼团旗下成员有凯多和大妈等，都算四皇级强者，还有罗杰海贼团也都是强者，冥王雷利和贾巴的实力也不会低于四皇。博加特在神之谷大战中全身而退，战斗力不会比当年的雷利和凯多差很多。如此来看，他的实力应该有大将级别，只可惜尾田没让他在蜂巢岛表现出来。马尔科存在的2大缺陷被公开，吴老星对他的评价完全错误。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，有世界最强男人保护着成长，还吃下非常稀有的不死鸟果实，力压当年的玉田成为第1队长。年纪轻轻还能与雷利交战，虽然被教做人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跟着白胡子去马林饭多救艾斯，马尔科轮番对战3位海军大将，挡下闪闪果实的大招8尺琼勾玉，紧接着就是一脚将黄猿踹飞，亲自用冰刀刺穿路飞的肩膀。马尔科二话没说，又是一脚踹飞。对战赤犬的表现不算好，吸收一切伤害的蓝色火焰却没挡住岩浆拳头。白胡子在马林饭多丧命之后，吴老星一度认为马尔科能继承四皇之位，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的决战中，马尔科和众多队长被完全碾压。事后马尔科本人也说了，面对得到阵阵果实的黑胡子，自己完全不是对手。去和之国帮助路飞对战百兽海贼团，马尔科成为草帽团的全职保姆。见到四皇大妈要去鬼岛屋顶，他不顾佩罗斯佩罗的夹击，也要挡住大妈。后来一个人对战镜和奎因2位大看板，在众人的攻击下护送索隆去打凯多。面对2位赏金超10亿的强者，马尔科也是游刃有余，没有一点劣势。当凯多吐出热息攻击娜美的时候，马尔科再次挺身而出化解危机。从顶上战争到鬼岛战争，马尔科对战众多强者，却暴露出2个缺陷。第一个就是恶魔果实的能力是恢复，对他的攻击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。
对战3位海军大将的时候，场面上并没落下风，却没有打伤任何一个人。相比海军大将们毁天灭地的攻击，马尔科的攻击力也明显弱一个档次。后来去鬼岛对战2位大看板也是，全程压着岩灾镜和异灾奎因打，却没有对2人造成任何伤害，也能反映出马尔科的输出并不强。第二个缺陷就是拥有武装色和见闻色，却不具备霸王色霸气。在所有的皇父中，索隆和卡塔库利会霸王色，比马尔科高出一筹。凯多打路飞时强调过，只有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才算最顶级的强者。目前除了黑胡子和巴基，其他几位四皇也都展示过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马尔科不会霸王色也可以确定，他不具备顶级强者的战斗力。当初吴老星说他能继承白胡子成为四皇，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。不过香克斯却非常认可马尔科的实力，多次邀请他成为自己的伙伴。白胡子一生经历过3次惨痛失败，30多年前被一位少年重创胸口，罗杰向海军自首被处刑后，白胡子就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。很多妄图出人头地的海贼新人都想取下他的首级来证明自己，甚至是成名已久的世界第一剑豪鹰眼也想探究自己与他的差距。即便是如此强悍的白胡子，也经历过3次战败，留下了一身的伤疤。第一次是败给罗杰，两人是同时期的海贼，战斗力相差也不大。曾经罗杰海贼团与白胡子海贼团相遇，双方爆发3天3夜的大规模战斗，最终2个海贼团也没有分出胜负，白胡子和罗杰也都受了一点伤。据说双方爆发的战斗不止一次，从世人的说法来看，罗杰的实力要更强一些。第2次战败就是顶上战争，白胡子带领全部手下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轻质的冰河时代完全没有效果。黄猿的8尺琼勾玉也没打到白胡子，还是赤犬比较聪明，使用诡计策反大倭蜘蛛，一剑贯穿白胡子的胸膛。此后白胡子与赤犬交战，场面上明显落于下风，胸口也被赤犬打伤。在艾斯丧命马林范多之后，白胡子彻底暴走，一拳头砸在赤犬脑袋上，随后与赤犬交战，不仅胡子被打掉，胸口也再次被岩浆拳头打伤。最终白胡子拼尽全力，才将赤犬打入地面之下，自己也耗尽了体力。之后与黑胡子战斗，面对暗暗果实的逆天技能，白胡子的攻击完全无效，好在抓住黑胡子傲慢的弱点，才用无上大快刀从云切将其盘倒在地。可惜白胡子已经没有任何力气，没能使出最后一击将黑胡子干掉。紧接着黑胡子带领手下一拥而上，将世界最强男人的生命彻底终结。白胡子的第3次战败是在38年前，当时他还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。为了做世界的王，洛克斯带领全部手下攻打天龙人的狩猎场神之谷，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洛克斯海贼团的强者打得节节败退。好在有年轻的卡普出现，他与罗杰海贼团联手，才将洛克斯击败。事后我们从白胡子口中得知，洛克斯之所以战败，是他们爆发了内讧。那场战斗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强者，被认为是香克斯父亲的加林胜。当时的加林胜有着非常强悍的实力，一度被认为是那场狩猎的冠军。几十年后，白胡子见到香克斯，直接来了一句看到你我的伤口就隐隐作痛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胡子与加林胜有过交手，战败后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一场战斗测出索隆和山治的实力差距，现在2个人的战斗力完全不在同一级别。自从草帽团成立开始，海米们就在讨论山治和索隆谁更强。尾田诚公开表示过，他2人是路飞的左右手，战斗力也是旗鼓相当。不过再从索隆和山治的对手来看，索隆的战斗力要占据一些上风。对战老沙的巴洛克工作社时，山治的对手是敌方的第3战力小风，索隆的对手是达兹波尼斯，是战斗力仅次于老沙的2号人物。还有去司法岛救罗宾，索隆的对手卡库比山治的对手加布拉更强一些。经过2年的修炼，索隆的实力深不见底，山治则被调侃战斗力太拉胯。对战身为中将的维尔哥，武装色强度不如对方，留下小腿骨裂的污点，还有与多弗朗明哥交手被吊打，如果不是罗骑士赶到，山治必定会惨败。反观索隆的战绩可谓强无敌，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可以说是绝对秒杀。与海军大将藤虎交手，虽然被打到嘴角流血，实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的表现依旧亮眼，轻松干掉同为超新星的基拉，又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换来妖刀研磨，武装色霸气得到很大提升。遇到赏金3亿5千万的超新星阿普，稍微认真战斗就能将其秒杀。去鬼岛屋顶对战2位四皇，索隆以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，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给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腹部留下一道伤疤。后来与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镜战斗，前期索隆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觉醒霸王色霸气之后，索隆斩断镜的一条翅膀，成功登基地狱之王。山治对战异灾奎因时觉醒血统因子，速度、力量和身体强度得到全面提升，击败赏金13亿2千万倍力的异灾奎因，也被海米送上了魔神的称号。可惜山治并没有觉醒霸王色霸气，相比索隆的战斗力还是有一定差距。不过尾田在漫画的彩页中给出暗示，表明索隆和山治的实力依旧相差不大。目前草帽团正在弹头岛冒险，索隆的对手是 CP0 的陆奇，场面上并没落下风。山治见到波尼有危险，主动攻击吴老星萨坦圣，结果被对方弹飞后受伤。萨坦圣拥有恶魔果实觉醒能力以及霸王色霸气，战斗力应该在4皇级别。山治与萨坦圣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，也能表明他距离4皇还有很大距离。
索隆与最顶尖的四皇凯多交战，虽然战败，也给对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。通过对战四皇级强者的结果来看，山治与索隆的战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。5个特殊超人系果实能力太逆天，其中有3人将路飞按在地上摩擦，不过有1人被卡普一击铁拳锤爆。第一颗是诺诺果实，能力者是卡塔库利，拿着10亿5700万的赏金，却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。卡塔库利能将自身变成年糕，还能用年糕制造任何东西，加上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一度认为他吃了自然系果实，对战路飞的时候完全碾压。橡胶果实的任何招式都会被他超越。尾田曾经在 SBS 中特意说明，诺诺果实很像自然系，属于特殊超人系。第2颗是毒毒果实，能力者是推进城看守长麦哲伦，他能从身体里制造出蓝色毒液，也能用毒液制造出巨型骷髅，一旦触碰到麦哲伦就会中毒，没有特定的解药，只要在痛苦中丧命。当年路飞去海底监狱救哥哥艾斯，对战麦哲伦的时候被完全碾压，身中剧毒后逐渐丧失五感，瘫倒在地，幸亏遇到伊万科夫才保住一条小命。元帅战国曾说过，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，是海底监狱中最强的人。当时路飞只开发出3档，也不会武装色和见闻色，打不过麦哲伦很正常。第3颗是食尸果实，能力者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。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的时候，皮卡用食尸果实将岛屿变成巨型石像，有一种将自身融入到岩石中的感觉。甚至有海米觉得食尸果实是自然系，不过皮卡的战力并不算强，性格上还特别傲慢，相信自己的武装色最强，居然与索隆比拼武装色的强度，结果被一招9刀流大千世界秒杀。第4颗是岛岛果实，能力者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4船长匹萨罗，他拥有恶阵王的称号，想当年也是雄霸一方的强悍海贼。匹萨罗在蜂巢岛对战卡普的时候，展示过岛岛果实的强大之处，能控制一座岛上的任何物体，创造出的巨大手臂堪比整座岛屿。不过相比英雄卡普的实力差距太大，被卡普一记铁拳打成重伤。看来凯多的话一点没错，果实能力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一切。第5颗是合体果实，能力者叫巴雷特，有成为世界最强的野心。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就有挑战罗杰实力，不过没有一次挑战成功，与年轻雷利战斗都是平局收场。难道说15岁的巴雷特有4皇级别吗？离开罗杰海贼团后，巴雷特在大海上驰骋，最后被屠魔令击败，关入监狱。趁着路飞大闹推进城，巴雷特成功越狱，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打4档状态下来的路飞，也就一拳头的事情，战斗力绝对不弱于4皇。黑胡子公开龙的真实战斗力远在4皇之上，也难怪赤犬执意要在马林范多干掉路飞。自从在罗格镇操控风雨雷电救路飞，龙至今都没有展示过实力。作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，他的战斗力到底有没有4皇级别呢？伊万科夫是革命军最早的干部，对龙的实力强弱一定非常清楚。看到龙面朝着东海的方向眺望，直接来了一句：“这就是野兽归巢的本能。”可见在老下属伊万科夫的心目中，龙的强大如同凶猛的野兽一般。得知路飞是龙的儿子后，也认同他的强大恢复力是来自龙的基因。卡普对自己儿子的实力也应该很清楚，公开路飞身世的时候却很平淡，一边扣着鼻屎一边说龙是那家伙已经认可大儿子是不得了的强者。听到龙是路飞的老爸后，草帽团除了路飞以外，所有人都非常震惊。山治和娜美一直强调龙的强大，同时还指责路飞居然有如此强悍的老爸。罗宾则告诉路飞，即便是强如4皇，也没有与海军抗衡的战力，但龙率领的革命军敢于挑战世界政府，他们的力量绝对不在4皇团之下。多弗朗明哥一直是地下世界的王，对各方势力的战力都很清楚。他在评价世界格局的时候强调，革命军和4皇一样有抢夺王座的实力。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从赤犬对路飞的态度也能反映出龙是顶级强者。见到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从天而降，所有人都在感叹草帽小子不得了，只有赤犬一个人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，与艾斯一样必须在马林范多干掉。可见在赤犬看来，龙的强大和罗杰一样，他们的后代绝不能存活于世。被白胡子暴揍一顿，跌入裂缝之中，差点丧命的赤犬也没有放弃追杀路飞，拖着重伤的身体，面对白胡子海贼团全部对抗，也要将路飞的脑袋留下。如果不是香克斯带着红发团来到马林范多，赤犬绝对不会让路飞逃走。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后自称最强，继任白胡子成为4位海上皇帝之一。得知巴沙斯被萨博打成重伤后，无意间发现革命军的大本营，却没有第一时间去救人，而是在通知海军之后才敢带人前往白土之地。可见黑胡子也很忌惮龙的实力，即便是手持2颗恶魔果实也未必能获胜。不过龙也有畏惧的强者，得知神之骑士团出动后，也露出了一脸惊慌。现在想想当初赤犬执意干掉路飞，对海军是多么正确的决定。萨坦圣展示霸王色的最强用法，所谓的物理伤害比霸禅攻击强太多。作为100万分之一的王者资质，霸王色在前期一直被诟病太弱，除了清理一些实力不强的弱者，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。路飞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在绝境之下释放霸王色，也只是震晕小兵。不过凯多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，展示出霸王色霸气的最顶尖用法，像武装色霸气一起包裹在物体上，不用接触敌人也能造成巨大伤害。同时凯多也强调，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强者才能掌握这项顶级能力。罗杰和白胡子都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2人招式对轰有毁天灭地的效果。英雄卡普被称为最强海兵，
一拳霸禅攻击能轻松摧毁一座城镇。夏洛特00一度被认为是最弱四皇，也能用霸禅攻击秒杀飞6包佩吉万。香克斯被誉为霸王色最强的男人，一招神臂能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。路飞在凯多的狼牙棒调教下，也掌握了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随后又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才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登基海上皇帝。不过路飞在弹头岛对战 CP0 的陆奇，使用尼卡果实觉醒轻松吊打对方。对战海军大将黄猿时，表现的稍微有些吃力，最终还是将黄猿一拳爆头。不过有一点很是奇怪，这2场战斗路飞都没有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。据说霸王色还有一种用法，就是能像体术和刀剑一样造成物理伤害。当年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尼克号，去找白胡子商讨召回艾斯的事情，释放出超强的霸王色震晕小兵，也将白胡子海贼船的船板震裂。鬼岛战争完结后，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来到和之国的近海，察觉到大将绿牛准备对路飞出手，立马释放霸王色霸气将其身体麻痹。从震裂船板和吓退绿牛来看，香克斯应该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。在海贼王漫画1094话中，五老星之一的萨坦圣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同时周围出现大量的黑色闪电，不出意外也是霸王色霸气拥有者。一个普通的海军士兵与萨坦圣对视，脑袋随即爆炸，丢掉性命。目前还不清楚萨坦圣使用的是什么攻击，不过有2种比较合理的推测，一种是他的恶魔果实具有特殊能力，但凡看到他眼睛的人都会被攻击；另一种就是萨坦圣拥有超强的霸王色，能造成物理伤害，从敌人内部攻击。从海军下令让准将以下的士兵不能对视萨坦圣，也能证明这种说法。当下黄猿已经被路飞一拳爆头，萨坦圣参战将会展示出真正的实力。赤犬透露出萨博真正的战斗力不比任何海军大将弱，难怪当年黄猿被他一招火拳打到认怂。自从萨博吃下烧烧果实后，海女们就在争论他有没有超越大将。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多弗朗明哥，萨博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。中将巴斯提尤不算弱者，佩刀斩蛟也是名刀，能轻松劈开一栋城堡，主动站出来阻挡萨博，却被虐了一顿，头盔被捏碎，差点丢掉小命。萨博能秒杀巴斯提尤主要依靠霸气和体术，并不是烧烧果实的能力。对战大将藤虎从场面上看算5-5开，萨博却表现得有一些吃力，同时强调没有熟练掌握烧烧果实，可见当时他的实力还比不过海军大将。后来与黑胡子的第一船长巴沙斯战斗，萨博对烧烧果实的使用有了提升，将霸气与果实能力结合，开发出招式火焰龙王，将巴沙斯狠狠虐了一顿。这时萨博的赏金也才6亿200万贝利，相比4皇团2把手还有不小的差距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潜入圣地玛丽乔亚，向天龙人宣战。见到暴君熊失去自我意识，成为奴隶，萨博决定必须救走曾经的同伴。在解救暴君熊和天龙人的奴隶时，萨博等人暴露身份，与2位大将交战。巨人茉莉的对手是绿牛，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掌，场面上占据优势。乌鸦与藤虎爆发战斗，事后藤虎的脑袋缠着绷带，应该没打赢乌鸦。萨博并没有参与释放奴隶的战斗，而是偷听寇布拉与伊姆的对话。行踪暴露之后，五老星和伊姆同时开启果实能力，一招将萨博打成重伤。好在有寇布拉舍弃性命的掩护，才让萨博保住性命，同玛丽乔亚逃走。事后萨博被世人称为炎帝，从名气上看很霸气，并不能体现战斗力很强。赤犬得知此事后，指责藤虎和绿牛实力弱，让革命军的队长们逃走。从赤犬愤怒的态度来看，也是认为萨博等人的实力并不比海军大将差。在剧场版黄金城中，萨博为了保证路飞能顺利击败黄金地太佐洛，一个人挡住陆奇率领的10艘军舰。从战局上看，萨博的实力并不比陆奇差。当时的陆奇已经拥有果实觉醒能力，萨博能抗衡他实力绝对有大将级。还有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黄猿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路飞等超新星，就在路飞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萨博甩出一记火拳挡住所有光粒子。黄猿见到萨博出手有点忌惮，也不敢再次对超新星们发动攻击。如果萨博拥有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，结合烧烧果实，应该有4皇水准吧。陆奇公开索隆的真正战斗力，霸王色再次升级，妥妥的大将级别。自从索隆在鬼岛觉醒霸王色，击败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境后，就一直有海米在讨论登基地狱之王的索隆实力有没有大将级别。当年在无名小岛遇到青雉，为了保护罗宾，草帽团3大主力齐上阵，结果被青雉瞬间秒杀。索隆的战斗力相比海军大将有天壤之别。来到香波地群岛，索隆与大将黄猿有过交战，全程被单方面碾压。如果不是冥王雷利登场，索隆的小命铁定被黄猿的光速踢夺走。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的剑术和霸气得到提升，实力也是深不见底。对战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，几乎以秒杀的方式获得胜利。不过与大将藤虎战斗，索隆处于明显劣势，嘴角被对方打流血。虽然飞翔斩击得到藤虎的夸赞，但实力相比海军大将还有一定差距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答应日和的请求，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得到光月玉田生前的佩刀研磨，是一把能擅自释放武装色的妖刀，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用9刀流亡者系重创凯多腹部。凯多也很认可索隆的实力，强调他的斩击会给自己留下伤疤。对战露娜利亚一族的岩灾境时，索隆的攻击毫无效果，处于劣势。期间妖刀研磨出来捣乱，
擅自释放武装色，差点让索隆丧命。索隆在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开将赏金13亿9千万的盐灾境击败。抵达弹头岛之后，索隆的第一个对手是卡库，曾经在司法岛击败过对方。即便卡库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对战索隆，也处于明显的劣势。得知黄猿闯入弹头岛之后，CP0的陆琪立马叛变与索隆开战。陆琪应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，对战吃了烧烧果实的萨博不落下风。不过与开启武当的路飞战斗，陆琪使用出觉醒能力，依旧处于明显劣势。对战索隆的时候，陆琪也使用出果实觉醒能力，表现出能干掉对方的气势。索隆也没有轻敌，将霸王色缠绕在刀上，有霸王色缠绕攻击的样子。陆琪强调索隆是四皇团的皇父，可见索隆的战力表现已经能接近大将。索隆对战陆琪虽然不是很轻松，却自信能在这场战斗中击败对方。目前路飞与黄猿的战斗还在进行，五老星萨坦圣也有可能加入战斗。之前陆琪也说过，只要他和黄猿在，就能在弹头岛消灭草帽一伙。如此来看，弹头岛事件不会很快结束。索隆对战陆琪是提升实力的机会，迫使索隆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击败陆琪后妥妥的有大将水准。你知道巴基掌握了哪些惊天秘密吗？远古兵器天王的下落，路飞的叔父是谁，还有洛克斯的遗物，他全部都知晓。当年巴基在罗格镇处刑路飞，被多拉格用一道闪电救下，之后就决定带着巴基海贼团的人再次进入伟大航路冒险，却在偷偷挖掘财宝的时候闯入海军营寨，被抓住关入推进层。从岛屿的形状看，很像是蜂巢岛。难道说巴基在寻找洛克斯的遗物？当年在罗杰船上当实习生，巴基就对寻找宝藏很感兴趣，准备将恶魔果实卖掉当启动资金。藏宝图却因香克斯沉入大海。后来在推进城遇到仇敌路飞，面对当年的仇敌，巴基表现得很不友好。当路飞送上约翰船长的藏宝图后，答应帮助路飞前往第6层救艾斯。因为在顶上战争的活跃表现，巴基被海军邀请成为王下七武海。为了扩充旗下雇佣兵的规模，迫不得已找克洛克达尔借钱。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，老沙带着鹰眼找巴基还钱，成立十字工会。从此也可以推断出，顶上战争完结后，巴基并没有去找约翰宝藏，亦或者巴基已经找到约翰宝藏，得到的宝贝却不是期待中的金银珠宝。巴基的战斗力虽然很弱，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传说级海贼，从小就跟着罗杰冒险，虽然没抵达拉夫德鲁，也经历过不少大事件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路飞在雷利和慎平的陪同下回到马林范多祭奠艾斯。巴基得知此事后并没有感到惊讶，而是对路飞的身世进行了分析。爷爷是海军英雄卡普，老爸是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，雷利难道是他叔父？巴基和乌索普一样，都拥有霸王色运气，说过的话基本都能成真。成为七武海后，居然妄图当四皇，没想到一句玩笑话居然成真了。他说雷利是路飞的叔父，难道就是尾田给雷利身世埋下的伏笔吗？当年在埃特乌尔海战中，金狮子让罗杰带上远古兵器给自己当小弟，3大远古兵器已经确定2个，海王是鱼人公主，冥王停靠在和之国。从此也可以推断出，罗杰掌握的远古兵器很可能就是天王乌拉诺斯。罗杰船上有一颗巨大的蛋，说不定与远古兵器天王有很大关系。巴基从小就待在罗杰身边，如果那颗蛋就是天王，他必定会知道。还有香克斯的身世，到底是不是天龙人，巴基也应该很清楚。他与香克斯一样，都是在神之谷大战后被罗杰收养的孤儿，两人与天龙人和洛克斯有什么关系？巴基也应该从罗杰那得到过答案。众人评价黑胡子当上四皇，香克斯派人监视他的行踪，伊姆决定将黑胡子彻底铲除。当年草帽团在愚人岛冒险，慎平向路飞介绍世界局势，说到黑胡子成为新任四皇，那美等人表现得非常不淡定，他们完全不能接受黑胡子这种可恨的人居然能成为海上皇帝。慎平对黑胡子也很忌惮，得到阵阵果实后的实力异常强大，路飞与他还有特别深的过节，黑胡子必定会成为路飞的最大敌人。不过路飞的表现却很惬意，一直在吃东西，完全没有听慎平在说什么。被慎平提醒之后，路飞才说了一句，他喜欢听天由命，没有必要在乎这些，对于谁当四皇都无所谓，反正他要成为海贼王，就需要打飞所有四皇。马尔科绝对是最恨黑胡子的人，老爹和兄弟都因为他而丧命，带着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去报仇，结果被狠狠摩擦一顿，惨败收场。当说起黑胡子成为四皇的事情，马尔科表现得很淡定，也非常无奈。自认吃下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已经不是他们能抗衡的敌人。赤犬成为海军元帅后，抽着雪茄却没有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。得知路飞的赏金涨到15亿贝利后，当着黄猿的面将悬赏令烧毁，随后咬牙切齿地说，不管是五皇还是什么四皇，他都要统统干掉。赤犬说这句话多少有点吹牛皮，完全忘记被香克斯吓出冷汗的事情。不过也能看出他并不在意黑胡子，不管谁当四皇都是海军的敌人。香克斯对黑胡子的态度一直很谨慎，他知道黑胡子的可怕之处。多年前2人爆发过战斗，香克斯没有大意，还是被对方打伤左眼。后来得知艾斯要去追杀黑胡子，担心世界局势会因此发生变动，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，让白胡子必须将艾斯召回来。自从黑胡子海贼团成为四皇后，香克斯就一直派人监视他们的动向。在埃尔巴夫对战基德海贼团，还特意询问手下黑胡子在哪里，可见香克斯对黑胡子一直很忌惮。
必须得知他的一举一动才会安心。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对黑胡子也有一丝的畏惧。不仅仅是黑胡子吃下2颗恶魔果实，还因为他的名字中包含地。据说地质一族能推翻天龙人的统治，吴老星忌惮黑胡子也很正常。伊姆对黑胡子当四皇也非常不爽，把他和路飞当成同等危险的存在，用刀将黑胡子和路飞的悬赏令砍碎，有将他们必须除掉的决心。在和之国大战中，吴老星已经命令 CP0 成员务必取下路飞的脑袋，出手对付黑胡子海贼团应该不会太远了吧？打不过曾经的最弱七武海，让赏金接近40亿的四皇畏惧。卡普自认一个人打不赢巴雷特，巴雷特绝对是战斗方面的天才，13岁就能凭一己之力称霸战场，因为实力太过强大，14岁晋升为将军，还被民众称为国家英雄。15岁的巴雷特经常挑战罗杰，不过每一次挑战都以战败收场。罗杰也认可巴雷特的实力很强，期待他在未来能超越自己。在罗杰船上的几年里，巴雷特经常挑战雷利，都是以平局收场。年轻的雷利少说也有4皇水准，打不赢巴雷特难道是在放水吗？得知罗杰身患重病之后，巴雷特选择一个人离开，很快便成为超级新人，与克洛克达尔有过战斗，具体的经过没有公开，据说是不分胜负。当初在阿拉巴斯坦时，老沙只有8100万赏金，被认为是最弱的七武海，他的赏金与实力很不相符。成立十字工会后达到19亿还算比较合理，在马林范多救路飞能挡住鹰眼，也能用杀刀劈开大将赤犬的身体。当年的克洛克达尔能抗衡巴雷特，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得知罗杰被处刑后，巴雷特彻底暴走，将整个大海搅得天翻地覆。海军让战国与卡普联手出动屠魔令，将巴雷特的体力耗尽才去抓他。难道在卡普和战国看来，仅凭借他们一个人的力量都打不赢巴雷特？20年后，巴雷特逃离海底监狱，掌握果实觉醒能力，再次驰骋大海。卡普很无奈地表示，罗杰死后，巴雷特失去寄托，成为很难对付的人，去海底监狱招募同伴。黑胡子见到巴雷特第一时间表示认怂，让手下的人千万不要招惹他，也是忌惮整个黑胡子海贼团会被灭。现在黑胡子是赏金接近40亿的四皇，再次遇到巴雷特依旧会认怂的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巴雷特一拳一个超新星，实力完全超越黄猿，与路飞进行霸王色霸气碰撞，场面如同修罗降临，超新星也全部感到畏惧。老沙曾经与巴雷特交战过，给出合体怪物的称呼，也是认可他强大的实力。后来老沙联手萨博等人一起战斗，表明只有群殴才有机会战胜巴雷特。不过在汉库克的眼中，不管敌人有多强，只要敢对路飞出手，他就不怕。见到路飞被巴雷特打飞，汉库克彻底愤怒，一个人朝着巴雷特冲去，变成巨大合体怪物的巴雷特居然差点被汉库克的一脚踹倒。路飞与巴雷特交战多个回合，都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最终同意老沙的计划，联手对抗巴雷特，也是认定凭借自己打不过对方。凯多被路飞击败后解开4个谜团。大妈当年并没有参加神之谷大战，第一个是凯多的梦想发生过2次变化，小时候的凯多就异常强大，10岁便成为沃卡王国最强的战士。海军为了得到凯多，用出席世界会议的条件与沃卡王国交换，之后凯多从海军手中逃走。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上皇帝。洛克斯海贼团解散之后，凯多答应黑炭木禅的条件来到和之国，计划把那里变成武器工厂，用无尽的战争让天龙人的生活不再安逸。如果当时凯多与多拉格相遇，两人联手能轻松推翻天龙人的统治。白胡子在顶上战争丧命后，凯多的梦想是发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，与四皇大妈联手复活洛克斯海贼团，可惜被路飞击败，梦想也随之破灭。第二个是洛克斯海贼团战败的原因。当洛克斯战败的消息传遍世界，蜂巢岛的海贼也陷入了慌乱，他们不敢相信如此强大的团队会战败，一定是强者之间爆发了内讧。当年白胡子不愿意玉田上船，给出的原因是强者之间很难和睦相处，他之前经历过的团队就是那样，也印证了洛克斯覆灭是因为内讧。神之谷大战中有罗杰和卡普，还有神之骑士团，不爆发内讧，洛克斯也很难获胜。第三个是当年大妈并没有参加神之谷大战，在海贼王动画1076集中，洛克斯告诉凯多要前往神之谷，随后蜂巢岛上就传来大妈的声音，他在四处寻找凯多的下落。洛克斯战败的消息传回蜂巢岛后，大妈表现得异常激动，一直在询问凯多的下落，从此也可以推断出他没有参加神之谷大战。38年前的大妈已经开始生孩子，洛克斯不带他去战斗也很合理。第四个是乔伊波伊与太阳神妮卡是同一个人，凯多被路飞击败后，回忆起与岩灾镜相遇后的一些画面，镜一直在等待乔伊波伊的出现，并询问凯多会不会是那个人。凯多告诉镜自己不会成为乔伊波伊，但是能击败他的人只有乔伊波伊。光月玉田打开和之国的国门，也是为了迎接乔伊波伊的到来。现在凯多已经被路飞击败，基本可以确定路飞会成为乔伊波伊，而且路飞觉醒幻兽种妮卡果实，也就是奴隶们期待的太阳神妮卡。凯多身上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公开，就是大河的母亲到底是谁？很多海迷都认为是大妈，大河与年轻大妈的眼睛长得很像，还有凯多与大妈当年走得很近，甚至将鱼与果实直接送给凯多，两人发生感情生下一个女儿，好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赤犬公开暴君雄的真正实力，妥妥的大将级别，难怪当年在香波地群岛
黄猿也不敢动手与他战斗。暴君雄曾经是索尔贝王国的国王，陪同多拉格一起创立革命军，很可能是革命军的上一任参谋长，至今却没展示过全部实力。他能将看似用来卖萌的肉球果实开发出各种堪称 bug 的无敌技能，因此一直有不少海米认为暴君雄的战斗力至少在准大将级别。他的雄之冲击破坏力不输任何自然系，将一座城镇摧毁也不困难，瞬间移动也能轻而易举做到，速度甚至不亚于黄猿的闪闪果实，还拥有强大的治疗能力，拍出人体内的伤痛，让伤者瞬间恢复。当年大雄去恐怖三维帆船找莫利亚，传达黑胡子担任七武海的消息，莫利亚就非常忌惮肉球果实的能力，被调侃也不敢与暴君雄战斗，与草帽团战斗可以说是完全碾压。索隆被打得扔下佩刀放弃战斗，为了能保住船长路飞的性命，只能祈求暴君雄用自己的脑袋交换。路飞在香波地群岛打飞天龙人后，黄猿主动请求去剿灭草帽一伙，灭完霍金斯和德雷克一群超新星后，又将索隆按在地上狠狠摩擦。好在冥王雷利及时出现，救下索隆之后与黄猿爆发激烈战斗。暴君雄有点轻视黄猿与雷利的实力，来到两人中间也不担心受伤。雷利得知他的意图后拖住黄猿，认可暴君雄有实力救走草帽团。黄猿见到突然到来的暴君雄，也是一脸震惊，让他必须给一个交代。大雄没有理会黄猿的话，强调不是海军的命令，他想干什么都可以。黄猿听完后却没有出手攻击，可见他对暴君雄的实力有所忌惮。世界会议期间，暴君雄彻底失去意识，成为天龙人的最强奴隶。萨博联手3位军队长，将暴君雄从玛丽乔亚带回革命军基地。可是暴君雄并没有待在龙身边，而是一个人回到天龙人的地盘。天龙人的守卫简直不堪一击，被一招雄之冲击全部击溃。元帅赤犬不得不亲自出马，看到被暴君雄破坏的城堡也很震惊，评价暴君雄是非常危险的野兽，不能放归山林，必须在此刻消灭。立马甩出一招岩浆冥狗，没有躲避的暴君雄被打掉半张脸。见到暴君雄想要逃走，赤犬再次展开攻击，将其一条腿打断，还是没能阻止暴君雄逃走，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自己面前。从赤犬评价暴君雄为怪物，以及一开始就拿出全部力量攻击，是认定暴君雄拥有很强的实力，不认真战斗不可能将对方击败。